我想不用怀疑的是，现在推测尼控新机发表的方式，从以前在网络上找尼控 rumor 的资料、官方流出的资料，变成了你看 Lynx 最近发布了一支影片，里面有一台相机被打上了马赛克。然后呢，在我们频道周三8点半的直播里面呢，就会有人问说：“稻草老师，你看那一台在 Lynx 影片里面出现的，难道会是 Z63 吗？”从最早有人提到某一台打马赛克相机到现在，又过了半年多，等到望穿秋水，终于期盼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 Z63。但它似乎又与多数人期待的似乎有点不太一样。从发表会上留言区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聊天室，情绪就像三温暖一样的起伏。我一向都喜欢拿到相机之后再来评论，所以呢，今天在我简短的拿到了1周左右呢，就让我们来聊一下 Z63 以及它是不是你在等的那台相机吧。OK， 大家好，我是OKR 到此。我知道大家在等这台相机很久了，但比起国外许多频道，在制作这支影片的时候呢，我们时间比较极限一些，所以如果有今天没有提到，但是你们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预计会在7月结束之前，再给各位更完整、充分体验后的心得。而大家也知道，这一次在升级上，在录影上面呢，它的比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所以这部分呢，稍后会请正颖针对录影的地方呢，提出一些他的看法跟各位分享。而在上周收到相机之后呢，我们拍了一个简单的开箱 Reels， 下方有许多观众提出了希望我们可以优先测试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会挑选一下大家想看的内容，想先做这些测试。看一下啊，可以测试防摔功能吗？耐候性想知道卡车压过后会坏吗？想要看防水防震的测试。OK， 我决定先不挑选大家想看的内容呢，我直接决定呢测试我想分享的部分给大家看。现阶段尼控 Z9、Z8 两台相机呢是使用堆叠式的感光元件，高速的读取速度呢可以让你在拍摄运动物体的时候呢不会有果冻效应，所以对于拍摄像火车啊、运动之类的题材会非常有帮助。而使用堆叠式的感光元件的价格呢，导致了各家厂商只会把它用在比较高阶的机身上，而这次呢，尼控使用了部分堆叠的技术。某种方面来说，我猜当然也是想要达到一个性能跟价格之间的平衡。至于它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实地测试看看。这一次 Z63 的核心呢是使用 Z8、Z9 同款的 Experience 7， 所以在对焦上可以预期它表现其实是不错的。而在实际测试中，在很黑的环境呢，如果使用自动区 AF， 它可以很快速的抓取画面中偏亮的部分进行对焦。而在官方数据上，它给出的呢是在-11V 依然可以辨识主体。我们实际上的夜景中对焦呢，发现的确是比前一代来的更准确、更迅速。我相信对于尼控要快速的去提升夜景中的拍摄呢，是非常多人非常期待的一个目标。而尼控呢，它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就是呢，它在主体辨识的时候呢，它可以选择自动选择。而像我在拍摄街拍这种没有特定主题的题材时，我就可以使用自动，无论街上出现的不管是人、不管是猫或者是车子，它可以自动选择它的主题来进行辨识。那当然呢，如果今天你要拍摄人像的话呢，我会比较建议你呢，在拍摄之前可以先把它的主题辨识调整成人，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尼控知名的目中无人发生。另外呢，跟 ZF 相同的是呢，在使用手动对焦的时候呢，它依然是可以辨识主体的。所以当你今天对焦到了某一个你在设定上有辨识的主体上呢，它还是会跳出那个主体的框出来，可以帮助你去进行合焦。如果你在使用一些手动镜的时候呢，我认为在使用上呢会是更方便的。另外一个我觉得需要去特别提及的就是呢，因为这一次在人物的辨识上面呢，它同样加入了 AI 的辅助，所以呢，只要当你今天人物的脸孔呢占整张画面的超过3%，就可以被辨识到。这一点呢，其实是蛮有感的提升。那对于我呢，像我这种喜欢拍摄画面呢，人物占比比较小、留白比较多的摄影师呢，我觉得这个功能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一次最有感的部分呢，除了萤幕改成了常见的翻转萤幕模式啊，对于录影来说，或者经常有在拍自媒体的朋友来说，我相信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当方便的功能。而这一次的翻转萤幕呢，它本身也是非常扎实哦。硬要挑个小毛病的话呢，就是它真的是有一点点太过于扎实了。我一般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呢，因为我其实拍摄直幅的比例算是蛮多的，所以当我把相机转向的时候啊，我多半呢会在转的过程中，我会利用我的无名指
去把翻转萤幕给勾出来。可是呢，这台相机在设置上呢，它翻转萤幕的开口呢是坐在中间的这个地方，于是说我会没有办法利用我的左手无名指把它给直接拉开来，我必须要多一个动作呢，我必须手转向再把它的翻转萤幕拉开来。毕竟这一台呢是厂商的，我又不敢从下面拉得太大力，但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出来它的设计上呢，就是不要让你不小心在这个地方误触。可是呢，对于我的操作习惯来说，我其实蛮需要从下面去把它拨开来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今天你有购买这台机器的话呢，我认为你可以去稍微尝试看看，并且我觉得如果你是从其他机身跳过来的话，那我觉得你是需要稍微去适应一下的，这个感觉上呢是有些不太一样的。那我相信厂商在这么设计上应该有它的考量。那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或观点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看看。但确实这个翻转萤幕呢是非常非常扎实的。第二个很有感的呢，就是它的观景窗这应该是号称目前最强的观景窗。那它除了它颜色表现很好之外呢，它的最高亮度呢可以达到4000尼特。在发布会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规格，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当下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想说为什么观景窗要做到4000尼特？毕竟我们在使用观景窗的场景呢，多半是眼睛处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来说，我并不需要这么高的亮度，而实际当你今天调到4000尼特最高亮度的时候呢，你直接去看是非常非常刺眼的，肉眼没有办法直接看的状态下，所以当时我有点不太确定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在我们直播跟大家介绍 Z63 的时候呢，有一位观众呢点醒了我，他说这个如果在雪地戴墨镜的时候呢，用起来应该非常方便。我才突然想起来啊，对，如果今天呢我们在雪地中使用的话呢，我相信这一点呢应该会是非常方便的。于是呢，我立马拿起了当年呢我为了亚利桑那公路之旅买的墨镜。确实，在这个状况下呢，当我使用它开到最高亮度的观景窗的话，我看起来的亮度呢，就平常呢在没有使用墨镜的时候看起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如果今天你会在一些必须要使用墨镜拍摄的场合，比如说今天雪地或者是今天是在非常大的阳光下面呢，你在户外看的时候呢，你都必须戴着眼镜会比较舒服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去调整它的亮度呢，的确会有更多的可用的空间来进行拍摄。所以如果今年冬天呢有要去滑雪的朋友，可以考虑带一台 Z63。而其余的部分呢，大致上来说跟上一代呢就大同小异。它的侧边呢接口呢，除了有 Type-C 之外呢，有全尺寸的 HDMI， 以及呢尼康自家快门线的接口。然后呢，它有麦克风跟耳机的接口。那在另外一侧呢，它的记忆卡呢跟 Z8 一样，它有一个 CF-Express B 以及一个 SD 卡槽。电池呢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同一颗电池，依然是使用 EL15C 这颗电池。那虽然呢，我们今天没有介绍手把的部分呢，但是手把呢有专门为 Z63 设计全新的手把，而这个全新的手把呢是可以用在 Z62 上面的。但是呢，因为 Z63 跟 Z62 的萤幕的设计是不同的，如果你在 Z62 上使用了，到时候为 Z63 推出的新手把，它实际上后面的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是突出去的。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这次尼康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虽然它是可以使用的呢，但它形状并不会是完美的，这一点呢要特别去提出来。如果今天刚好手边也有Z62，你想要2台共用一个手把，那你可以购买 Z63 的手把，只是呢，当你接在 Z62 上面呢，它并不会是完美接上的，另外特别注意一下。最后呢，它整体的重量呢是760克。这一次呢，在 Z63 的连拍性呢，也是非常多人很在意的点呢。它的规格上呢，它的使用机械快门的时候呢，可以拍摄弱档是每秒14张，电子快门呢是每秒20张这些都是弱档。但如果你今天想再提升的话呢，它有每秒30张跟60张的规格，但是呢，在30张跟60张呢，只能拍摄 JPG 档。如果你要再更快的话呢，它有每秒120张，不过呢，它会裁接成 DX 模式，也就是 APS-C 的状态。那在那个状态下呢，它可以拍摄每秒120张，而且呢，这个每秒120张呢，它是完全没有黑屏的。所以如果你有非常高速的连拍需求，那而且你觉得拍摄 JPG 是 OK 的话呢，它其实有非常高速的连拍速度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比较少人会去提到的特点就是呢，这次 Z63 呢，它带有1秒钟的预拍。你会说，预拍其实大家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第一个呢，这一次预拍呢，它是只能够拍摄 JPG 档它可以拍摄往回头放1秒钟内的预拍。然后呢，有个很大重点，它有300秒的预拍待机，也就是在300秒内呢，你只要随时拿起来按下快门，它往回头都有1秒钟的预拍可以使用。
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在拍摄体育、拍摄鸟，或者拍摄一些会有突发状况的题材呢，都会非常的方便。因为很多相机呢，它在预拍的待机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呢，你可能要重新去唤醒它，或者重新去开启预拍的功能，它可以持续保持300秒内都是在预拍的状况。你要拍摄那种瞬间发生的题材呢，我觉得它就会非常的方便。当然你会说这只能拍摄 JPG 档，但是你知道鱼与熊掌 always 不能兼得，所以呢，依照你的拍摄需求，我相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呢，应该会很乐于使用这个功能。在连拍张数呢，也是很多观众会提到的。在连拍上面呢，Nikon的工程师提到在账面上可以提供的数据呢，是连续可以拍摄1000张，但是呢，他也提到，只要你的卡的速度够快，理论上可以拍到2-3千张。我一张卡顶多也就拍2-3千张啊，对，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你的卡速度够快，可以一路拍到满都不会断。Nikon Z6III，先讲结论，它就是一台在动态拍摄上相当厉害的机子，也是作为Nikon系列里面，如果要我拿一台拿去拍摄影片工作用的相机，我会首选的一台。最高 6K 60帧的 N-RAW， 以及没有裁切的 4K 60帧，以及有裁切 4K 120帧，得益于独特的感光元件设计以及全新的处理器的提升，其实 Z6III 在果冻效益的控制上面，比同级别或是过去以往的相机都好上了非常多。这一次 Z6III 新增了一个 4K 120帧的拍摄选项，即便它具有 1.5 倍的裁切，我还是觉得这项功能相当实用。有趣的一点是，这一次 Z6III 在1080的拍摄上面新增了240帧的拍摄选项，我觉得这个的拍摄规格可以让你在生活中拍摄到一些更有趣的画面。此外，我们在这阵子使用 Z6III 拍摄上面，我们也发现似乎它在 N-Log 拍摄下，它有第二个可用的 ISO 档位，就是在6400。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如果今天你需要在 Z6III 上面使用 N-Log 拍摄，如果你的 ISO 需要开到3200以上的话呢，我会建议各位直接开到6400，整体的噪点看起来会比较少一点，观感上也会比较好一些。那我觉得它比 Z8 更好一点是，第二个可用 ISO 档位放在6400，比 Z8 的4000再更高一些，我觉得可用性上面有大的提升。这次 Z6III 我最推荐的拍摄规格应该会是 4K 的60帧，因为它 4K 60帧没有裁切，而且它的 4K 60帧是具有 6K 的超裁，所以不论在画面的锐度上或者在清晰度上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档案的大小也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所以在拍摄上选择 H265 的 4K 60，或者是说选择 N-Log 4K 60，我觉得都是在Nikon Z6III 上面最推荐的拍摄格式。其实从这一次 Z6III 发表上面来讲，不论是它这一次新增的翻转萤幕，以及它各方面的设定，还有它整体的机身重量上面的减轻，更适合上稳定器来讲，其实你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Nikon在动态拍摄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希望把 Z6III 变成一台不论是在拍摄平面上面，或是在拍摄动态影片上面都很全面的一台相机。但我觉得Nikon做对了很多地方，当然它还是有一些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些地方，例如说像是老生常谈的 N-Log 蓝色溢出的问题，以及我觉得这一次我实际在拍摄上遇到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在 N-Log 拍摄情况下，萤幕还原出来 N-Log 的曝光是相当不准确的。比如说在拍摄的时候，你看画面似乎曝光是正确的，但是当你拖到电脑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使用 N-Log 拍摄出来的素材，它的曝光是不足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在前期很准确的去监看你的曝光，我觉得在使用 N-Log 拍摄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后续透过韧体更新的方式来去修正掉，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在拍摄上也发现，你即便在拍 6K 60帧或是 6K 30帧的 N-RAW 的情况下，以及在拍摄超采样的 4K，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过热上的问题。所以以工作上来讲，我觉得 Z6III 完全可以胜任。那也期望Nikon可以在后续透过韧体更新的方式来修正一些我觉得上述我提到的在拍摄上比较困难的一些点。OK， 我们现在简单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哦。那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拿到机身到我们这一支相片呢，大概就隔1个礼拜左右，所以能够测的东西还是有限。观众在我们 Reel 上面提问呢，除了防摔然后丢到河里之类的东西，我们尽量能测都测了。那在最后几天呢，我们有实测了，刚好遇到很棒的逆光。在逆光的时候，我们拍摄拍一些照片。那我发现呢，在逆光下对焦的程度呢，确实是有进步的。我觉得逆光，尤其那种超级逆光，你糊到整个快要看不到那个程度的
那个情况的光线，它对焦呢准确率还是蛮高的。这一点我认为是很不错的，因为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多数相机呢在对焦上是比较困难的。那整体而言，我认为在使用这台 Z63，它整个对焦在提升的感觉呢，有一个我觉得蛮大的点就是，当你今天用脸部辨识锁到主体之后呢，我自己会觉得半按快门的那个部分呢，快门不要放，持续按快门。它的准确度就会很高，而且呢会粘得很紧。但如果你持续有放开，让它重新对焦的话，比较容易会发生就是它抓到其他物体的情况。所以我个人会推荐，如果今天是拍摄人像，然后你拍摄的数量蛮大的话，你要连续跑动的话，半按快门锁住人之后呢，就不要放掉了。我觉得它就可以持续抓住，这一点还蛮不错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要提一下，就是我们有测试了它的高 ISO 表现，因为蛮多观众好像蛮在乎这一点的。在高 ISO 表现上，我实测完，我认为呢，一般日常可用啊，我觉得到大概4000、6400的杂讯都不会到让人很恼人的状况。那超过这个范围之后呢，杂讯就会蛮明显的，尤其在夜景的拍摄上。那到64000呢，我觉得64000直接使用那个杂讯真的是太多了，我不认为那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不过呢，我也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把64000的那个杂讯的那一张照片呢，拿去经过 Lightroom 的降噪处理的话，出来的结果呢，杂讯大概落在4000到6400之间，就是可用状况。那所以这一点呢，如果今天你有出国，你有拍摄一些夜景的照片，当地真的太暗了，必须要使用更高 ISO 拍摄，你把64000 ISO 拍摄的照片呢，你再用 Lightroom 处理过后啊，其实是可用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在暗部对焦上面啊，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我觉得它这一次的所谓的负10 EV 啊，我们实测当然没有抓到真的负10 EV，但是呢，可以明显感受到，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一开始你先抓到一个主体，你再进入到更暗的环境下，它其实锁住的部分是蛮准的。那当然，如果你放开之后再对焦，它还是会有一些稍微抓不到的情况下，但只要它先锁到了，你再进入到一个更黑的环境下，那个即便是已经看到完全没有办法辨识人物脸孔的那种黑暗程度，它还是锁到的。蛮酷，你就是看到一片黑暗，然后呢就对到加一个头，看起来是蛮有趣的。OK， 那其他包含了连拍，我们在拍摄阿纯的时候呢，也尝试了使用120PF 的连拍跟60fps 的连拍。那因为120的它有点裁切，那这边呢也放上让大家简单的比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拍摄一些这种高速运动的东西的话呢，确实可以尝试看看的。再加上因为它稍微比较看果冻，因为它有部分堆叠的感光元件，所以在高速的旋转下呢，效果其实蛮好的。那我觉得它的确能够增添你在拍摄上的许多弹性。那这一整系列呢，就是我们极限在1周左右的时间能够尽量测的，就测给你了。那大家参考看看。未来呢，我们在7月底之前呢，应该还有希望再上一支更完整的分享，以及我对于这台相机更深入的看法。那就这样，我是我都可以到此。录影的部分呢，麻烦是郑怡，现在对面呢也是郑怡。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